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全年无休干了1年，提成至少能分8万，可当我找老板要钱时，他却只转账8块。现在公司正是困难时期，你一个老员工更应该体谅公司的难处才对。规章制度变了，以前那些收益准则全部作废，你拿这些跟我扯也没用，再废话就把你开了。反正现在便宜大学生多的是，你这个年纪可不好找工作。我转头就把标错货币单位的商品全部售出，我倒要看看是我亏8万会不行，还是公司亏800万破产更严重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没错，就是8块钱。老板头都没抬，继续在手机上查看路虎款式。上1年我全勤到岗，拉拢1000多个顾客，公司毛利都能赚到80万。按照之前10%的提成规则，我至少可以拿到8万。年底财务忙，公司事多，老板说统一等年后上班结算，结果没想到刚开工，我银行卡就入账8块钱。我以为是财务出了问题，特意去问，结果财务大姐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，全是老板安排。同事们都哀嚎连天，说期待的年终奖全没了。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老板，却只得到这个冰冷的答复，哪怕按照1单8分的提成，都应该有80块钱，给8块钱，这不纯纯侮辱人吗？见我一直赖在办公室不走，老板这才抬起肥硕的脸，带着3分嫌弃朝我喷唾沫。现在上班时间，还不赶紧回去工作，小心我记你上班摸鱼，扣你工资。他定格的手机界面，车要280万，我努力一辈子都想不到的数字。无名的火烧得我全身难受。我咬着牙问他，老板，按照合约，我每单有10%的提成，8万是我应得的。他一拍桌子，不耐烦地瞪我，亏你还是老员工，不知道公司现在是困难时期吗？我身上背着几百万的欠债，还给你们发工资已经很不错了。什么合约不合约的，规章制度早改了，提成全部作废，以后只拿基本工资，不想干就滚。老板的朋友圈，过年飞了3个外国，脖上的大金链子又变粗了，公司整体盈利能上千万，说负债，真把我当傻子唬了。我一动不动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，我有权利要求拿提成，不然我可以走法律流程。啪嗒一声，老板把文件重重地摔到桌面上，他一声冷笑，你小子少拿合同来说事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你有没有资格找我要。我打开5年前的那份合约，在最后终于找到了老板嚣张的原因，所有福利待遇根据公司变化做调整。我当年亲手签下的名字，就等于默认了这一切的霸王条款，哪怕不给我发工资，解释权也在老板手上。意识到这点后，我五雷轰顶，双手都在发抖。老板不屑地哼出了声，夺过合同，你好好考虑清楚，是继续上班，还是跟我打官司要这8万块钱？听说你家里情况可是不容乐观啊，儿子刚出生就住了重症监护室，你有这个时间和金钱跟我闹吗？他看着我的目光一片冰冷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不可能玩得过他。我着急要这份提成，就是因为家里给儿子治病已经掏空了积蓄，8万对他来说只是洒水，但对我却是救命钱。真打官司，他要是一直拖着，我更毫无办法，我只能低头妥协。老板，是我刚才唐突了。他脸色这才有几分缓和。我压下心中的不适，狗腿一般讨好他。老板，
您看在我替公司卖力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把提成给我吧，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我儿子这个月就要做手术了，如果不能及时治疗，他可能这辈子都是个脑瘫。老板的神情有些微变，我替他满上一杯茶，只要他能把钱给我，让我当场下跪求他都可以。在一个要保护孩子的父亲面前，尊严全是屁话。您放心，只要把钱给我，我这辈子都给您当牛做马。老板挥了挥手，哈哈大笑。你现在不也只能给我当牛做马？30多岁了，家里又要用钱，你真敢辞职吗？我突然就明白过来，为什么儿子出事后，我的工作量比以前要翻了1倍。老板口口声声说是器重我，说白了，不就是认为我已经被随便拿捏死了吗？年底我一个人干着双人活，却只有最基础工资，甚至都不够老板吃顿饭，换谁能忍得了？难道我为公司做出贡献这么多年，连起码的尊重待遇都换不来吗？见我有怒气，老板更得意了。小陈啊，我也是看在你是老员工的份上，才跟你说这么多。你现在辞职出去可不好找工作，大批廉价就业大学生都等着呢。要不是看在你办公效率不错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你换成2000的大学生了。我不求你感谢我能让你有口饭吃，但也别在这为了区区8万伤和气。冠冕堂皇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明明是我按劳动拿报酬，却全变成了他的恩赐。我这些年给公司创造的利润价值远远超过了工资。说难听一点，我这是打工养老板，没有我们，他这公司早垮了。我憋红了双眼。老板自顾自接了通电话，没问题，就按500万的量给我出货，放心，下个月就把款汇给你们。公司现在多赚钱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他挂断后，见我还没有，摸着鼻子尴尬咳嗽。对外人我当然要说自家公司生意好。说着，他起身拍了拍我肩膀，好好跟着我干，公司到时候真赚钱了，肯定忘不了你功劳。现在先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个会，得把王强猝死这件事先解决了。你平时和他关系最好，可以作证他上班摸鱼吧。王强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徒弟，为人热情大方，好像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力，全公司就他经常加班到深夜。要说他摸鱼，可信度还不如说老板给我们每人发了1000万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活泼开朗的人，永远倒在了过年前5天，项目部出了点问题，他体谅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，自己一个人扛大旗。要不是他的不眠不休，老板怎么可能还有心情坐在这看车？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，反问了一句：不是已经赔了50万吗？还有什么要解决的？他像看傻子一般打量我，走的头都不回。什么50万？就他这条贱命也配？给个5万都算便宜他了。我到会议室时，脑子还是一片空白。王强被检查出来是长期高强度工作，心脏运行负荷过度才导致的突然心梗。就那几天，他替公司阻止了大几百万的损失，可现在却说人命只值5万。大家知道来意，全都低头丧气。老板强迫我们统一口径，你们好好考虑清楚，我要是真赔50万出去，这几个月工资你们都别想要了。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。老板缓缓扫视了一圈四周，颇为满意的点头。到时候他家里人来闹，你们就出来作证，反正人都死了，活人的利益才最重要，不是吗？不过这事也给我提了个醒，从今天开始，各部门都不准以任何方式留在公司加班，到点就回去，但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，居家办公。我看现在都挺流行这玩意，我惊呆了。
这直接成了变相的无偿加班。在公司打卡，好歹还能获得一些路费、餐费补贴，居家办公简直是不是想让马不吃不喝跑千里？我忍不住问老板，要是这样加班又猝死了怎么办？他那双眼睛转了转，发出精明的光芒，都回家了，怎么可能算是加班？那是你们自愿的，死了我再招一个新人就好了。看吧，资本家就是这样的无耻下流，人命在他们眼里还敌不过那几千块钱。小李怒拍桌子站起来，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，完全违背了劳动法守则。大家看向他，或是惊讶，或是敬佩，毕竟是才毕业1年的大学生，还没有被完全磨平棱角。他双手握拳，仿佛随时都能找老板去出一口恶气。老板却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，劳动法算什么东西？在我公司上班，一切只能听我的，我说的就是王法。你要是不乐意，就辞职滚蛋，年终奖都没发给我，凭什么要我辞职？你开除我也应该给赔偿。小李怒吼着，旁边有同事拉他，他却怎么都坐不住。正好这时候，王强的父母带着警察来了，看到步履蹒跚的老人，大家下意识都回避了目光。老板笑脸相迎，不断在警察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高尚老板。我所有的员工都可以作证，他在公司天天上班摸鱼，而且我也没叫他加班。猝死是因为自己熬夜，可跟公司没关系。老人家，那5万算是我对员工的一个慰问，你们就让自己儿子走得安息点吧。王强爸妈都来自农村，他们无助又困惑，却还是对着老板鞠了一躬。我心里如同泰山压顶，怎么都喘不过气。我仿佛在心里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换作是我爸妈，该怎么办呢？难不成普通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在听到老板的满口谎话，我终于是忍不住，刚起身，小李却抢先一步走到面前控诉，叔叔阿姨，就是这个黑心老板逼迫强哥加班，才导致他猝死的，这是工伤，就应该赔到底。老板狠狠瞪他，又把目光投向我们，这些人可都是可以作证，我们公司从不加班的。大家交头接耳，都在犹豫，谁都要养家糊口。在这个自身都保不住的环境里，谁又能有勇气替别人说话？小李失望极了，是老板威胁我们，如果不做假证就不发工资。他还说我们的命不值钱，5万已经很多了。他的话来不及说完，就被老板的助理打断。剪辑过的监控视频显示，王强不是在玩手机，就是在和人聊天，妥妥的一个公司蛀虫形象。我想要帮忙的情绪又被压了回来。老板能这么嚣张，肯定早就准备好了一切。我算个屁啊！可怜王强父母，还真以为自己儿子不努力工作，连连对着老板鞠躬道歉。我心如刀割，在他们要走时，起身把刚从银行取出的5000块钱给了他们。老板一直用眼神在暗示我不要乱说话。我长叹一口气，只说这钱是还借款，起码也能让我心里的罪恶感少一点。王强父母刚走，我就被老板单独叫去了办公室。他看了我良久，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，想办法让小李自己滚蛋，再让他的档案多点污渍，到时候被调不好找工作，简直就是把欺人太甚完美诠释出来。就为了展示自己的那点威严，不仅不愿意开除赔偿，还想搞坏别人以后的前程。这么恶毒的老板，我只想一拳送他上西天。下一秒，他又给我画大饼，事情做好了，我给你提成分3万，也算对你这么多年的嘉奖了。我的拳头紧了又紧，最终还是松了下来。出去，
就看见小黎已经在等我了。他脸上写满了对老板的厌恶。你们谈话我都听见了，你把我故意调动商品价格单位的事写上去吧，争取为你儿子多换点手术费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他以为我是被感动了，轻松地摆了摆手。救人要紧，反正我年轻，自有出路。一个邪恶的计划在我脑海中悄然生成。既然老板不要脸，那我也可以跟他玩阴的。我悄悄附在他耳边回应：单位不用改，我现在去拉客户。我们公司主要是对外贸易，所以标售的货物价格都是美元为单位。小李受不了老板的压榨，故意把单位改成了人民币。我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本来打算尽快改回去，但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我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。反正在他眼里我们都是烂命一条，那我就要让他看看烂命是怎么让好命垮台的。出来打工这么多年，我多少也是知道劳动法保护的是劳动者。所有商品单位改成人民币后，我可以直接把公司干破产，到时候追究起责任，无非就是工作失误。毕竟老板不愿意花钱请维修人员升级平台，所以在我这边的界面是看不到货币单位的。那被钻了空子，不就是平台问题吗？找我要赔偿，用老板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费时又费力。到时候官司能拖个1年半载，他公司早就破产了，哪有这种精力耗下去？就算真判决我输了，我反正没钱，拖都能拖死他。我承认这一招确实恶心，但没办法，这都是受了老板的亲传。我回到工位上，已经有之前的买家弹出信息，问我东西怎么这么便宜。我随便胡诌了一个理由，刚开工，公司做福利回馈新老客户，对面毫不犹豫，直接下了2000单。按照美元和人民币的兑换比率，老板足足亏了100万往上走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按这个速度下去，公司的黄透了。那些工厂的尾款，老板不可能还得上。我比平时更加积极，挨个去询问是否需要订购产品。在看到价格后，几乎每个客户都选择了下单，少则几百单，多则上千单。这一套流程下来，老板的路虎没有了，他的大别墅也即将变成法拍房。那些看不上的员工餐，估计是他下半辈子的追求。我马不停蹄地催促物流部发货，看到那些不断增加的订单，我上扬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。老板正好路过，一看到我这边爆单，眼睛都亮直了。好啊，不愧是我看好的员工，果然有前途，奖励你300，给你那脑瘫儿子换一个好点的奶瓶。他那盛气凌然的语气和侮辱人的奖励，仿佛我就是他的狗。我给他拉完车，还得摇尾巴感谢他给我一口饭吃。与此同时，我内心一片舒坦。300，到时候我让你连3块都拿不出来。老板喜滋滋地看了一眼成交量，转头打电话跟售车公司改口，要最新款的580万全款。看到他哼着小曲的背影，所有人都显得激动。我知道财务肯定早就发现价格和单量有问题了，整个流程下来起码要过5个部门的手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。所有人都憋着一口气，因为老板的不人道，大家故意装聋作哑。我知道没有人是不希望公司破产倒闭的，在无声的默契当中，我们谁都没再说话，可更加胜过了千言万语。老板本就不怎么关心业务，所以3天了，他依旧没察觉价格有问题，反而是乐不彼此的四处炫耀自己开工大吉。手腕上的表已经换成了劳力士，
甚至在着手给儿子在北京一环买房。即便是这样，他都没想过给王强家人再多赔一些钱。我们的提成也闭口不谈。又过了1周，他带来一个特大喜讯：我儿子被保送进清华了，月底办酒，你们都过来沾沾喜气，以后让自己家儿子也努点力。我掐指算了算，办酒的时间也该到他得知自己要破产的时候了。不知道那时候他还会不会把努力这2字挂在嘴上。距离儿子的手术时间越来越近，哪怕我贷款都还差了10万。同事知道我的困境后，纷纷伸出援手。这一幕刚好被老板撞见，他呵斥我们上班时间开小差，全部罚款200。我气得发抖，这不纯粹就是1周扒皮吗？我什么都不顾地与他争论起来。要不是你不给发提成，我怎么可能还需要借钱？老子给你开了那么多单，就奖励300，说出来也不怕丢人。老板大概又向同行炫耀去了，身上沾满了酒气。他一个没憋住，冲着我脸上就是一拳。你小子怎么说话的？别以为你开单多，公司就要把你当祖宗供着。没有点我给你提供这个机会，你还不知道在哪要饭呢。让你逼小李离职，到现在了都没点动静。我看你是真不希望自己脑瘫儿子好了。身为一个父亲，我怎么能容忍有人这样贬低自己孩子？我怒气汹汹地吼他，让他放尊重。他却白眼翻上了天。你什么身份，也配让我尊重？我今天还真就告诉你们这群打工仔，你们在我眼里就是个屁。小李眼睛都涨红了。你别欺人太甚，我们可以去告你。老板招呼助理把监控切了，然后一耳光甩在他脸上。他被打得冒出鼻血，老板好像还不解气，又是一脚踹了上去。就你小子话多，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00后整顿职场是吧？我让你这辈子都进不了职场。我急忙过去拉架，眼眶狠狠挨了一拳，只觉得头晕眼花。老板居高临下的看我说：老大不小了，做事之前考虑一下后果。你是给我卖命的狗，不听我的就是找死。我呸了他一口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公司迟早倒闭，你也迟早遭报应。喝了酒的老板被我气得青筋暴起，我只感觉到自己眼前全是星星。他一拳接着一拳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给老子道歉！你在咒老子，我现在就把你开了。我让你成为无业游民，我让你儿子永远是个脑瘫。我忍着脸上火辣辣的痛，吐出一口血水，朝他笑起来。有本事你现在就开，我上班5年，N+1的赔偿足够手术费了。他愣了一下，反应到什么一样冷笑。你以为我不敢开你是吧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被开除了，就赔偿你的那点歪瓜裂枣，我还看不上眼。我被助理拖到一边，老板拍了拍自己被打皱的西装，很是不屑地向众人宣布，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，到时候多的是人才想进来，你们谁不听话，我第一个开了。以后工资全部减少30%，做出业绩来了再给你们发提成。不满意现在就可以滚，拿着工资当提成。我确实还是头一回见，但没有人吭声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公司马上就要倒了。留下来既可以拿工资，又可以看热闹，也不在乎这几天的时间。老板见没人有异议，以为是自己刚才的威严震慑住了大家，得意洋洋的让我赶紧去人事部报道。我捂着伤口，越想越忍不住发笑。上市公司买股份可又是一大笔钱，他这下是真完蛋了。我拿了15万的离职费，儿子手术也顺利，不出意外的话，
他也不必再躺在保温箱。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，精力也可以完全用在对付老板身上了。时间一眨眼就到了他给儿子办酒席，走账全部都是公司的流水。财务悄悄告诉大家，公司的流动资金已经没了。我特意收拾打扮一番，去了他儿子的升学宴。不得不说，老板办的酒席就是大气。为了以后的合作，好几位大老板都被邀请过来吃席，5星级豪华酒店被包场。老板看上去春风得意，他儿子站在一旁，确实也是一表人才。可惜大少爷也没能摊上个好爹。老板见到我，眼里涌出了几分诧异，他沉着脸向我走来。这种地方可不是你配来的，你要是敢闹事，门口的保安分分钟弄死你。我应该感谢他这么看得起我，可是今天砸场子的主角可不是我。我晃了晃脑袋，递出一个红包，里面正是他给我发的8块钱。我毕竟跟了你这么久，贵公子办升学宴，我当然得来祝贺。老板摸着1块钱一张的钞票厚度，点了点头，放我进去，算你小子识相。以后你要是愿意回来，我也可以考虑你。也许我真的会回来看看他公司破产的惨样吧。我和前同事们坐在了一桌，大家心照不宣地用眼神在交流，等着看好戏。老板各种吹嘘发言，我只顾埋头苦吃。上等的鲍鱼龙虾，不吃可亏大了。没多久，他合作的那些厂房老板一个个起身，不知道跟老板说了些什么，大家彼此神色都不好。老板垮着一张脸跑来找财务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公司怎么可能没钱了？快点把款项打给这些老板。财务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，吃惊道，公司确实没钱了呀，而且我早就跟你说了。老板脸色涨成了猪肝色，财务确实跟他说过没钱，但他正在兴头上，怎么可能会真信？还以为财务是想让他少用公司的公账。老板急急地问海外那些订单货款有没有到，财务点头。老板更急了，唾沫星子又喷了出来，那你快点把钱转给他们，这个月盈利少说也有1000万吧。财务摇摇头，掏出一份账单，盈利了50万，但是亏损800万。老板眼珠子都快吓掉了，他瞠目结舌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你说什么？公司怎么可能亏这么多？是不是贪污了？财务强忍住笑，委屈道，老板，我可是清白的，我1分钱都没动，都是卖产品亏损的。老板接过账单一看，差点两眼一黑，翻倒在地。他怒气冲冲地把账单条甩到我脸上，你小子故意害我是吧？你对产品价格做了什么手脚？怎么可能每单都亏这么多钱？若不是在这种重要场合，他肯定又一拳挥过来了。我看着他横眉竖眼的愤怒样，心底只有畅快。我甚至现在就想嘲讽，你也有今天啊！但考虑到后续扯皮，我硬生生忍了回去。我嘴里嚼着大钱蟹，随口应答道，我能做什么手脚？我就是正常的卖货啊，他们下单又不通过我能对价格做什么手脚？老板，你该不会是自己把钱都用到别处，然后想甩锅给我这个前员工吧？几个工厂老板全部围着他，他一时间语塞起来。在其他老板眼里，我一个普通员工不可能让公司亏几百万，而且老板最近这么高调，一看就是赚了钱，但偏偏拖着他们的账款不给，最大的可能就是把钱都用完了，然后想赖账。所以几个老板步步紧逼，你故意在这演什么戏？新车都换上了，怎么可能亏这么多？快点把钱给我们，不然你儿子的升学宴别想好好办下去。
老板吓得一激灵，连忙好声好气的求他们先坐下吃饭。财务肯定是搞错了，我公司都要上市了，怎么可能会没钱？你们稍安勿躁，等吃完饭回去我立马查清楚。财务悠悠的在旁边拱火，老板，账我已经对过3遍了，公司这个月就是亏损了800万，再加上你办酒的公账支出，差不多1000万了吧？资金要是跟不上，咱们公司得宣告破产了。老板当即摔了碗，一声巨响，引得大家都把目光看过来。老板捂着胸口，半天没喘上气。他家里人全部围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。我继续吃了一只龙虾，淡定地抹了抹嘴。老板好像要破产了，其他老板正找他追债呢。老板哐当一下把酒瓶砸在了我脑袋上。你他妈的有病啊！谁让你乱说的？酒水混杂着血水从我额头流下，血腥味让我更加激动。我捂着头，就是倒在地上，嘴里疯狂叫唤：哎呦，打人了！老板打人了！我成了全场的焦点。老板的老婆急忙拉住他，小李跳到面前大叫：哪有你这样当老板的？在公司打人，在饭店也打人，真把我们员工当你的狗了吗？我现在就报警，大家全部都是见证人。老板老婆急了眼，立马去阻止小李的动作。你们老板就是脾气大了点，我替他给你们赔不是？要多少钱？我现在就打给你们。那几个厂房老板立马出声要钱。一片乱哄哄的噪音当中，老板儿子问他爹，是不是家里真的破产了？老板大手一挥，咬着牙怒吼：不可能！那你他妈倒是给钱啊！厂房老板凶神恶煞地盯着他，一堆亲朋好友看着，老板也来了脾气，掏出手机就转账，结果惊讶地发现他的余额连个尾数都凑不上。看热闹的亲戚议论纷纷：不会吧，开个这么大的公司都拖欠工资啊！老板更是憋火，喊助理拿来笔记本，亲自查看公司收支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年过半百的老板差点魂都吓掉了。别说有钱了，好几笔欠债都还不上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会是这样？他哆嗦着唇，死死盯着屏幕，仿佛那些金钱就会这样回来。厂房老板也彻底确认了，公司就是破产了。其中一个看着就不好惹的大老板，手指头戳着电脑屏幕质问：你好大的口气啊，还公司上市，早就知道自己要破产了，所以故意来捞钱的是不是？老板老婆和儿子陷入了恐慌，他们支支吾吾地舔着嘴唇，期待着老板能说出一点什么安慰人心的话。可老板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，从他通红的面色不难看出，他血压已经直线上升。有人开始落井下石：哟呵，平时那么威风，总是炫耀自己是大老板，现在好了，破产了。老板死死咬着嘴唇，他还在不敢置信当中徘徊。不可能，公司怎么可能亏这么多钱？厂房老板掀翻了他的电脑，这下他们都知道，老板不可能结得清欠款，平日里那些恭维再也不见了。有人揪住了老板脖子，一把把他拽起来：老东西，你找我要了200万的货啊，那他妈是我厂子过命的钱啊！你要是拿不出钱，我现在就能弄死你！老板老婆眼睛都哭肿了，求着大家有话好好说，我们家一定会想办法把钱凑齐的，这肯定是意外，你们再给我们点时间。什么意外？我看你们家现在就是想圈钱跑路，办这场酒席没少收礼金吧？赶紧把钱给老子吐出来！有人跑去找管理人查数额，可是远远不够。老板急得直冒火，一直在来回查看财务做出来的账本。他儿子哇的一声哭了：爸，
咱们家欠1000多万，会不会死啊？他妈急忙呸呸呸说不吉利，可那些亲戚朋友早就隔了2米远，生怕他们来借钱。我装作不经意问了一句：老板，你那辆路虎不是要580万吗？可以拿出来抵债吧？老板猛然冲着我大叫：我日你大爷！你当时怎么卖的货？为什么货币单位全是人民币？我在心里偷笑，他可总算发现了。可现在发现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捂着脑袋直喊头晕。他跳着脚让我别装，就是你他妈害老子破产的！我今天不弄死你！名字倒过来写。好几个人都使劲拉扯着老板，我急忙退到了安全地带。我就是一个卖货的，价格也不是我定的，关我屁事！小李跟着吐槽一句：你那破平台的服务端本来就有问题，一直叫你找人修你不愿意，这下出事了，不纯活该！老板气得嗷嗷叫，抓起桌上酒杯就乱丢。我去你妈的！都是你们这群傻逼害惨老子了！给我查出来是谁背后干的好事，我肯定饶不了他！我冷笑起来：老板，之前赚钱的时候可是说公司就你一个人的，那破产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听懂的同事哄堂大笑，老板又气又急，语无伦次地抄起椅子向我砸过来，我没躲，结结实实地挨了下去。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默默计算，这可以抵多少赔偿。再醒来，我已经在医院，小李帮我要求做了伤情鉴定，脑震荡，要个5万的赔偿没问题。我算了一下大概，到时候真要打官司，我工作失误也能抵扣了。我不顾老板老婆和儿子的哀求，咬死不和解。老板在派出所直骂娘，但那又有什么用？他被拘留的这几天，公司所有的运营全部垮了，公司账户没钱欠账，这事传到了每一个合作商耳朵里。同事也没忘给海外客户发邮件，所有的订单都黄了。我不忘把视频传到网上，老板那副丑恶的嘴脸展现在众多网友面前。尤其是他对我们的人格侮辱，激怒了所有打工人。黑心老板死亡8犊子，还员工猝死，居然不赔钱。公司大门被泼上了狗血，老板这大别墅也被扒出来，有人往那送去了花圈，吓得他老婆和儿子都不敢出门。老板被放出来那天，公司早就已经彻底变天。他不在的日子，我们可有的是办法搅浑这汤水。他看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公司败落的不成样，当即老泪纵横。但他到底是见过大风浪的，在拘留所这几天也想明白了一切。我们几个当事人全部被传唤到警察局，我就猜到是你小子干的了。从偷拍视频那时候就想着怎么报复我了吧，搞垮我公司，你下半辈子就等着坐牢吧。他面目狰狞，完全一副深受打击后要疯了的状态。我无辜地看着他说，客户成交订单，我只能看到数量，价格有问题，怎么能怪我？小李也接话，老板，是你那个平台后端有问题，如果你能早点叫技术人员维修，也不至于出现这么大损失。修改价格这事我们只维持了1天，看着公司能破产后，立马换回了价格单位。真的要查起来，这事也不一定好办，因为服务端总是出现异常。上一次 IP 就直接跳到国内，老板心疼维修的50万，死活不愿意更新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赌一把，把这次的责任归咎于系统问题。因为老板也不像还能有钱去请技术人员鉴定。小李和我对视一眼，我努力压下了内心的激动。老板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你们一个个的，好啊，这么大的问题都没发现，全都别活了。
我要让你们赔得倾家荡产。财务立马反驳，那么多流水，我怎么可能第一时间就发现？我整理账务的时候就已经跟你说了，但你没管。物流负责人更加无辜，我只负责发货，为什么还要管价格问题？你就算免费给别人，我也要发货的。统计人员翻白眼，单子那么多，我怎么可能顾得过来？我要是不及时上报，你又扣我工资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，责任又回到老板身上。他整个人都快抖成了筛子，他愤怒大吼：你们这些狗东西！我皮笑肉不笑地回应他：公司都破产了，还以为自己是老板呢。你不是早就说过，公司没我们一样能赚吗？怎么现在反悔了？其他同事纷纷附和：破公司倒得好呀，天天想着办法扣我工资，这是活该遭报应了。我进一步逼近嘴唇发紫的老板：有本事你就去告我们呗！正好你殴打员工，逼迫员工做伪证，不给家属赔偿，这些事我们都可以法庭见你。我就听见重重一声响，老板直挺挺栽倒下去。老板最终还是没有和我们法庭上见，舆论和证据都不利于他。当全公司都团结一致时，没有人会觉得我们背后动了手脚。律师就算取证也是困难重重，更何况王强猝死一事已经闹大，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凑钱给他请了律师，老板的赔偿不但跑不了，还会多出几十万。他不给钱，直接上失信名单，他的老婆儿子全会受到影响。他老婆为了保住儿子，乖乖把车退了，赔偿完王强，剩下的钱又给大家补发了年终奖。那些大厂老板天天派人催债，他们家能卖的东西全卖了，依旧还差了500万。没过多久，别墅就挂在了二手平台出售。现在房价跌得厉害，300万都迟迟无人问津。我也不知道是以多少钱成交的，反正老板离婚了，债务全部转移在他名下，隔三差五的就有人去问候他。后来要账起争执，捅了别人一刀，自己进去了。我去看了他一次，老态龙钟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我笑嘻嘻地告诉他，我给你在监狱的银行卡打了8块钱，你在里面千万别饿着自己了。我看他那样子应该是已经气坏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他在生气，也只能在监狱里熬着。我和小李一拍即合，自己创了一个工作室，加上之前的客户资源，业务量倒也过得去。扩大规模那天，我听见了老板在监狱自杀的消息。死之前，他没有用那8块钱。我们新员工的工位都贴上了8块钱印章。流传这个故事，也提醒我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